虽然关键时刻，现在地表上最强的台风强台华加莎正在侵袭中国。你看到这些画面的时候，吓死人了。这个台风把中国吹得迷迷冒冒，不管是树木，不管是相关的建筑，甚至车辆，都被台风直接卷了起来，甚至还有小货车，甚至你看到了这个相关的帆布直接被吹得迷迷冒冒，还有一些树木也被直接被吹残，直接断掉了，你就知道这个台风的威力有多强。而这台风威力强到中国直接跟你讲非常白，现在就是5停，你停工、停业、停市、停运、停课，你就不要出门去了，危险性非常非常高。结果中国竟然有一家企业，我的天哪！这个企业叫华为，他跟大家讲说：各位啊，你回来上班。我心想，不可能吧？你开玩笑吧？这风这么大。没有，你看到这个是东莞区防台风华加莎后勤应急保障通知，这通知里面讲的非常白。华为说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你需要接驳车我来，你需要的一些自驾车的车位，这个所谓的道路甚至车位或者通行，我都已经准备好了，甚至你今天要吃饭，我也帮你准备好了。你很难想象一件事情，当中国政府已经跟你说5停了，外面已经被吹翻的情况之下。结果世宗哥，华为的员工，也太惨了吧！没办法，因为华为是中国的希望，所有中国人都寄望在华为。华为你一天都不能停啊！我都没有命了，我还要出门。虽然华加莎台风来到这个我们广东一带，广东一带几乎所有地方都是停工、停业、停市，然后同时还停运，还有停课。好，那问题是，停运没有交通工具了，那你怎么来这个上班啊？那不能没办法，你看华为就直接跟你讲，不好意思哦，我们上下班的这个我们增加运力，我们自己增加。啊，这个路线、时间、地点跟日常一致，然后自驾车的话，自驾车目前为止高速公路是封锁的，就他们说没关系，你只要持有我们的这个华为的卡，就或者是 WeLink 公卡，在这个约莫是晚上8点以前，上几个交流道都没有问题的。那晚班车来说，我们所有晚班车还有晚班的接驳车都是以这个还有夜间上班车，目前是停运，只有这个停运而已。然后还希望说，运力紧张，大家可以自驾，可以互相载这个同事来上班。然后你如果要吃饭的话，晚餐我们还有一个公里晚餐，宵夜是暂停的一个状况。而且上面写什么？你看哦，这真的不是开玩笑。是。这是华为行政，对，这真的是对，没错。天哪！那所以人家就说什么？人家就说国有国法，华为有华规啊，华为有自己本身的规矩，好，所以没办法，你就要来，好，这是他们的总部。你看，在风雨飘摇中，华为的总部变成是灯都是亮着的，对，整个深圳还有东莞最温柔的一道光。因为为什么？他们的中国的希望都在这边打拼啊！那就是我们刚才讲到华为员工的通行道就是这样子。你看，大家想，这不是去送命吗？没有错，照我们刚才看到那个画面。这个华加莎台风的时候，瞬间风速可以到17，我开车我车会晃的，可以到17几。你还在高速公路我们看到很多画面都是什么？这个货柜车被掀翻你看这种画面，你不开玩笑好不好？这风多强到什么程度？你还要照样去开，照样上车。你开车的时候，我跟你讲，不是说你车不能动，万一一个树砸过来，你也受不了啊，那就完蛋了你。铁皮啊，一大堆这样这个剥落，你看很多在路边的车子，你看被吹到摇晃。试想是我们了，我们开车到路上之后，你多害怕，对不对？然后不只是这样子，你看很多机车在骑在路边的时候，根本就完全没办法动了，要浪卷机车，浪太夸张了啦，浪这么大。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话，我们中国很多，这也太可怕，这个汽车直接是被浪整个盖过去，对，它能捡回命已经非常厉害，差点就被卷走了。对，没错。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可以看到他们有很多水塔，那水塔也就是在你看这个风浪多大，如果你是出去，你看这个水塔砸下来的话，把这个车完全砸坏了。你有可能在开车开在路上会被这样砸到所以我才说华为的这个所谓工程师们或者他们的员工真的是拼了，对，冒着生命危险，为了国家付出一切。那你看这是什么？这房子房子被风吹到，因为它可能原本这个瓷砖就有点坏掉，你看这个风吹成这样，把这个完全的铁皮屋就完全被这样吹掉，所以这样铁皮这样。万一被吹很远砸到车，那还得了？那你看逼了什么？逼他们这些民众呢？他们就只能让风吹到大到什么程度？他们只有用人肉去把那个铁门挡起来，人肉挡门。对，不然的话风吹进来的话，他们可能雨会更大。那我刚才不是讲吗？车在路上开真的很危险。为什么很危险呢？照你仔细看这是一台货车，对，或者被
会被车这样吹。开玩笑，在货车，所以我才说这个侧风相当大，车子直接夹在2台车中间。对，它到底怎么吹起来的？所以你看这么风雨这么大，你看这么大的货车都被吹成这样，所以你要在这种风雨中间你去这个上班，我就说玩命啊！所以你看人家深圳才会这样说嘛，你看停工、停业、停市、停运、停课嘛，这才是合理的嘛。就没想没办法，我们就说华为有华为的规矩，那我就讲华为要来上班，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讲这个整个这个昨天晚上的深圳东莞，大家除了你在家里面来说的话，工业园区大家都是暗暗的一片，对。但是你看这整个工业区有一栋楼非常的明亮，华为照亮了全中国了。对，华为就在这边，然后就照亮了全中国。为什么照片会这么糊？因为当时雨下得很大，所以拍起来就是这个样子，拍不到了。对，没错。好，那你看还有一个非常吊诡的哦，张总，你知道昨天这个路上的车几乎都没什么车，但有一个地方是红色的警戒，为什么？因为是华为的停车场，你看华为停车场塞满了车，他们准备要进去停车场。好，那当然有人是开车进去，那也有人是步行或者骑脚踏车。你看，这是一个勇者，孤勇者啊！哈，你看，真的假的？致敬台风天，华为最美的逆行者，他就骑着17级的风式的台风，就你给我骑对脚踏车，你开玩笑吧？没错，他一手握着这个把手，一手这样撑着这个雨伞，就这样骑进华为的总部，那就代表了华为的精神，为了国家与风雨逆行的一个精神，华为的拼搏精神。好，那我们要讲。至少目前为止来说的话，你看这个政府不是说5停了吗？那华为呢？华为其实也有5停，你知道是哪5停吗？他说停止抱怨，停止幻想，停止躺平，停止摸鱼，这个电动车停外面，所以叫5停。惨的。也就是说你要来上班，然后那你来上班说，他们很多华为的一开始的人就说，这个外面都已经说不用上班，那我们还要上班吗？但是华为没办法跟你说我们要上班。对，而且现在是这样，余承东自己他算是示范给你看。你看这是余承东啊 ，Richard Yu， 对不对 ？ADS 4.0在台风暴雨中稳稳的跑，路边倒下的树还有大树枝也都还能够绕过。你不要开玩笑了吧？那是因为你开的车是可以这样子的。万一你一般的员工还得了啊？你看他开着这个车，用他们自驾，然后那边做一波行销，说你看。连我都来上班，你有什么理由？而且在家里面旁边的车子是什么？都是华为的员工，对，都是自己人，大家一起去嘛。所以你看，这就是你看，我就说嘛，高速公路还有公车道，还有这个为你开设的一个华为员工的这个专用通道在这边嘛，你就直接从这边进去嘛，对。那我这样，为什么？我们刚才不是开到余承东旁边那边的人，对？为什么？你看人家就拍。没有错啊！你看平时这个高速公路都很多人啊，但今天没有什么人。今天开在路上呢，大概都是华为的员工啊，所以都是华为的员工啊。那华为员工去开的时候，你看开去上班的时候，你以为中间不会有路树倒塌或什么？当然有。你看华为员工都要怎么样？开着这个绕过这个树啊，绕过什么？你看这是平常的高速。所以他根本就是华为他的员工开过去，他根本不是开去上班，他根本是开一个障碍赛。是没错，一大堆的树，一大堆的你刚刚讲的水桶直接掉下来，我要闪，我要绕的。好，那你知道事实上我刚才不是说吗？你看他们要自己奋斗，你看这要进去其他地方，里面都完全已经都是这个树枝一大堆，我怎么办？我还要绕路，反正我就想办法去上班的一个状况。好，那我讲，现在我就说嘛。除了这个高速公路上面都没车，但是有一个地方塞车，就是进华为的地方，还有什么华为的这个办公室的下面，那甚至他们还要下班的时候，楼下的时候，也是塞车。所以呢，你只要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华为的楼下他们在塞车，因为什么？因为都是要赶来上班的员工哦，所以因为这个整个深圳、整个东莞唯一塞车的就是华为人在的所在地哦。那我就讲，实际上我就说。而且你说，我没有车，我不要开车，那我不要骑脚踏车，没关系，我们有公交车，我们有接驳车，我去载你。我们有看我们的班车已经发车了，大家关注一下车辆的这个轨迹。好，然后就这样的哈，然后就说各位同事，路上的状况不是很好，有这个积水，还有树枝挡住，还有被交警临检了一下，车会慢一点啊。所以我们的班车已经出来了，所以辛苦大家，无论风多大雨多大，我们都在路上，请稍等，辛苦大家了。结果我一坐上去这台车，你看到，对啊，它旁边跟瀑布一样，对啊，开过去那个水花直接溅起来，这代表是那个积水很严重啊！很多人都说，我有必要为了这样子搏命吗？好，那除了你看路边积水一大堆之外，当然还有很多倒塌了啊。他们看华为专车还遇到路树倒塌，在这边路树倒塌，他们赶快叫人来清，快点清，把他们清。我们这个华为要去上班，不能够让他们多耽搁一点时间。好，那除了公车，还有他们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他们的专班之外呢，地铁，
地铁不是停运吗？对，不好意思啊，我们这个跟这个华为有关的这个路线呢，我们今天还是要照常营运。真的假的啦？所以啊，你看这平日也是人很多啊。对，那平日人很多，现在都没什么人，现在就你小猫2、3只，但是这些其实都是要准备。所以中国真的为了华为拼了耶！没办法，因为华为身兼什么？你 AI 也要华为，你5G 也要华为，一大堆都要华为，那怎么办？击败老美帝国就是靠你华为啊！所以呢，他们很多人虽然很多华为员工在网上抱怨说，我们干嘛要去这个工作？我们明明不是放假，这根本是玩命嘞！对，好，你看17级强风这个5停，那深圳华为员工照常上班，这事你怎么看？然后呢，你看对于华为员工来说，他们深知自己的工作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更是为了企业的发展，还有国家的科技进步。所以就这样，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感，还有使命感。所以那你能怎么说呢？你就是为了国家，你不是赵和，我有没有搞错？你来上班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国家 ，China，OK？我连命都快丢了，没办法，所以呢，他们就这样。你看，他们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这哪是不懈的努力啊？他们是不要命的努力哈，才能为华为科技再取得更大的突破，为社会做出更多的贡献。所以你是华为人，你就要把命都豁出去。好，那事实上还有人要批评他们，你看。巨婴思维可以休矣啦，关心生的台风的这个相关的话题有感，就有人说，我们不要上班。他说没有，那他说如果你不想上班的话，你不想上班却想让公司放假的时候，他说那我建议你走吧。有没有搞错？他说这种思维，我们刚刚讲，我想待在家里，对，我想求一个平安，这种思维的错误在于占便宜没扣。这搞我什么东西？你没有奋斗的思维，你还要怪我？对啊，所以你就知道是他们就这样子啊。好，那还有人在网络上说，你看年轻人可能不太晓得，就是我们这种在深圳打工10年的这个都知道，职场环境变差，996带起来，就是华为这家公司带起来的。所以就是说，现在大家都知道说，华为本来就是这样子嘛，他就是这个逼你来，他没有逼你来上班，他是要你自动自发来上班哦。你要为了这个国家的荣誉，还有你不是为了你个人，是国家荣誉，还有企业的这个精神哈。那你想说，那只有华为这样子而已吗？没有，不是只有华为这样子了。好，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什么？这是深圳的这个比亚迪，比亚迪也是一样。你看比亚迪员工都在这边，他们原本都是一样，他们都还来上班。那很多人员工的时候，我们冒雨上午到工厂上班，就他就说不能回去，因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下班的时候，外面没有交通工具，你也不能回去，所以他们被关到隔天。不是，所以说华为在比亚迪，他也那么惨，对，全部都说你车给我回来。对，好，那被关到隔天之后，早上起来，下午还要再继续上班，而且这人也太多，车也停太多了吧？对，比亚迪员工都来了，好，那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他们说什么？你看哦，这个停线损失，你们能够承担得起吗？所以等于是又用这种道德绑架。那你们能够承担？比亚迪，你好歹你也是个国家这个目前为止全世界最重要的电动车公司啊，你跟华为的地位是一样的。所以你看，有人举报这个华为还有笛子台风天不停工，然后就这样讲没有错，他们就是不停工，那你要怎么办啊？然后你看这个如何看待这个深圳华为未履行因为17级台风5停的这个政策，员工照样工作呢？他就说，我原本是在一个深圳的比亚迪的员工，我同学最近入职了这个华为，所以呢就是这样。所以呢，既然全市都已经发布了停市的这个通知来说，你华为到底要不要遵守？是不是国有国法，华有华规？不好意思，国有国法，华有华规，就是华为有华为的规矩，还有比亚迪也有比亚迪的规矩。这是什么规矩呢？就是反正我们为了中国的发展的时候，一颗都不能舔。美国可以休假，美国他们可以放假，美国台风他们可以不上班，但是我们华为或我们比亚迪，为了中国跟美帝的对抗，绝对不能够松懈。宇轩，我们刚刚看到，华为跟比亚迪这员工也太惨，尤其是华为，你看那个风势已经很吓人了。结果你华为，你用这种道德、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叫你的员工回来上班。如果是你的员工，那也就认了。结果没想到的事情是，他竟然为了办一个活动，你把这些所谓的 KOL 找来，就找来后，这群人就被华为骗来之后，就整个困住了。困住之后，没想到现在中国掀起一个叫什么华为撤侨。还要去华为救人了哟！华为呢之前一直在消费所谓大家的爱国心，就没想到这中国内部呢跟狐狸精一样大翻车。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这次在讽刺的一件事情是，你刚刚叫一堆员工冒着风雨来帮你上班，结果呢你请来的 KOL， 你请来的网红，竟然是掀起了所谓的923撤侨行动。你知道什么叫撤侨行动吗？他们在讽刺说，现在呢华为已经变华为国了，而它的代表呢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狐狸精。狐狸精拿着华为国的旗帜是呢，你只要跟华为有关的网红或者是微博主或者是任何的 KOL 呢，你呢都能享受丰盛的待遇。这个丰盛待遇就是，当深圳遇到了画家沙或者是相关的台风侵袭而来的时候呢，不好意思，
你只要是华为相关的与会者，我第一时间给你 VIP 等级的享受，让你能够撤侨，让你能够逃离深圳。那你知道他怎么样吗？不是，这也太好笑，他是直接把吴京，他说这是战狼3，还拿着这个所谓的员工证，这太酸了吧？赵，你讲错了，这不是员工证，不是员工证吗？这是华为国的身份证。华为国的身份证，对，证明你是华为国的一员，你只有华为国才可以享受撤侨的待遇，中国不行哈，你是别国的国家的人，来一个一个华为国的出现了哈，说以安全为题，华为没毛病啊，成功逃离啊，他说他逃离哪里？拜托啊，你们都是中国人我再讲一次，你们都中国人你要逃离哪里啊？你要逃离去哪里啊？1790万了，他说，哎呀，我们这个新华为啊，对我们太好了，我们差点死在这边你在讲什么啊？所以你留在深圳，你就会死哦。你这一说深圳1790万人都去死哦，你到底讲什么？你看末日来临，帮助我逃离深圳。小哥哥啊，你开玩笑啊？遥遥领先，我们逃离深圳了。然后每个呢，我们讲的开始在吹捧说，原本我们这个机票订不到，火车也订不到，没想到华为特别帮我们加码，不惜重金成本要保障我们的安全。他的意思说，因为你现在要离开深圳你要花很大的人力跟成本，比如说飞机票可能超级贵，火车票超级贵，订不到车，华为呢专车把他们全部送出去。那我没有听错吧？你们刚才不是讲说他有绿色通道是叫员工来上班吗？对，结果他有另外一条绿色通道呢，是让他的这些博主呢全部逃出去。但你以为这是真的吗？来，他们是为了什么而来？这个叫做鸿蒙自请，也是华为呢，他要发布他的电动车，对，所以他要公告说我的电动车很好，然后所以请来这些博主。这时间9月23号7点钟在深圳通通来，你知道吗？被踢爆了，很多深圳是车展的这种博主，他们出来讲说 ，no。我没有收到这个讯号 ，no， 华为没有帮我们这样的服务。然后中国的柯南又开始去研究说，这些人到底是谁？后来发现这个小姐姐还有这个大佬还有这个笑脸的还有这个女生他们都不是车子的博主他们跟车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知道他们是哪来的吗？刚刚不是多人谢谢华为吗？对，就他们都不是来看车展的。他们是哪里人？他们是行销公司的。小网红就大概5万6万，那在中国来讲算很少。公司的，对，所以就他们跟车子没有关系，对，他们只是专门拍一支影片，搞不好他的位置呢在北京，搞不好他的位置根本就帮华为过来洗地的。对，就这些全部影片都造假，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网友呢对他的意见这么大？事实上，很多人你可能不知道中国人现在已经对所谓的爱国心已经彻底的反感了。为什么我都吃不饱，我都过不好，你又社保搞我，我现在想到中国我就整把火。然后你一跟我讲爱国，所以你知道吗？报复性消费到谁身上？iPhone 17，iPhone 对 ，iPhone 现在在中国，我们讲你很难以想象，竟然大热卖，也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民众为了要报复华为为了报复中国，全部都跑去排，甚至排到什么呢？还有黄牛他还特别要求说我要角色iPhone 17 Pro Max 然后 Pro Max 我加价1500跟你收他们还懂，还有加价的，对，全部都去买。然后你知道吗？然后反而是你如果转到华为的这个门市里面乏人问津，所以你知道吗？他们搞一些行销太过头。你比如说像这个东西，他就说我要摔华为手机，叫我，你知道他怎么摔吗？他就这样子离地1公尺的，我摔了他轻轻的放下，平平的下来。然后他说有摔跟没摔一样。对，他说我要摔 iPhone 17 Pro， 你知道他怎么摔吗？他跑到100公尺高的地方，从100公尺丢下来，说你看烂货，100公尺坏了。真的，我没有开玩笑，他们真的这样干。所以你觉得中国人是失智的吗？怎么可能去买单这种东西？所以我跟你讲物极必反，你越是这样操作，民众越不跟你碰。玉凤，我们刚看到，华为真的太拼了，他们一定要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能输给这所谓的美国。结果没有想到是这个拼台积电它也非常拼。过去有没有这种案例？有，在台积的熊本厂有这案例，但是这比较下来，这安全也差太多了吧？在估计最近2天来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状况，就是美股每个科技巨头金涨，每个人都在涨，涨到最后大家讲说，我到底要买哪一家呢 ？Intel 一直有人入股买 Intel 吗？没有，答案是你要买台积电。因为不管每一家入股 Intel， 或者是每一个这个科技公司，包括 Nvidia 这些 Oracle 来讲，很多最后都得要去哪里下单？台积电。对，那你就想嘛，台积电如果它的营运如果中断，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就是天大地大、毁灭世界的事情。所以呢，最近来讲的话，原本外资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就是它在日本厂，在熊本九州这地方的话，封面影响，熊本下了非常多的雨，12个小时下了404毫米。
结果你知道吗？台积电它的营运就是4个字：不受影响。真的假？这么厉害？不受影响。你看这个画面，其实你很难想象，这个水12个小时404毫米，已经整个下水道已经难以负荷，整个砰呈现出人行道上的天然涌泉了。可是你想想看，台积电还是那4个字。不受影响，那你要想台积电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底气可以不受到这些天灾的影响？其实台积电在设厂的时候啊，它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规范，气候风险调试作为准则。对，你在建厂的时候，你就要把所有的条件想到怎么最严苛。我告诉大家，不管是 Arizona， 不管是在熊本，你要想原本台积电在哪里生根的？是在新竹，是在台湾。对，你说有什么事情？会在经过台湾的高强度历练之下，我们的风灾、我们的地震、我们的水灾、我们的缺水，告诉大家，你经过这几年的高强度压榨训练之后呢，没有在怕的啦。他告诉你哦，你知道吗？这厂房的建高啊，要直接往上建，一般的工厂是往上建多少？20公分，你本来就应该往上一点，因为如果遇到淹水，但是人家台积电没有再跟你20公分的啊，人家就是2米。就是直接往上2公尺，那2公尺什么概念？你要想哦，台积电它的往上地基提高2公尺，那个不是跟你开玩笑的。20公分你可以用一些角度去处理，2公尺就是像地下皇宫一样，你下面夯实之后呢，往上叠垫上来。这个时间不是每个工厂、每个建商可以做出来的，所以台积电要做台积电的工程，其实台湾就是那几家，人家也不是像你一般看到的工地、住宅商办到现场来敲敲打打，人家台积电它要做厂办是怎么样？是在他的工厂里面做好，跟你乐高积木一样，过去现场堆叠出来的，这么厉害。所以这个人家做的，你就做不到。为什么？因为你连基本的你要在原本的工厂那种预铸的，你的工法都没有办法。所以呢，他所有的东西都已经用台湾最严苛的标准来做了。所以你就想嘛。如果真的遇到状况的话，他能不能处理？他能够处理。好，我们刚才在讲台积电，他做得很好。那如果有一间公司，他做晶圆制造，但做不好怎么办呢 ？BE 什么？他以前就发生一个状况，他在哪里？他在马来西亚。结果呢，马来西亚有一个雷伊台风。那雷伊台风那个时候来的时候呢，它就是因为没有台积电的这一种机组的强设，这种强大的基础设施，所以呢，它造成了很大的一个损失。怎么样的损失呢？大概2500万欧元，折合台币是8亿元的8亿元的损失啊！我告诉大家，只要是我们的先进封装或者是这种晶圆，你稼动率打开，你不能停的，不是说我停下来我看个2眼不行，你只要一停下来，你后面的产线都会受到影响，你要再重新把稼动率给做起来，那是要很大很大的功夫。所以呢，你一开始你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只有8亿多，其实你再去后面算，还会有受到影响的系统，这个成本还有多少？1亿3到2亿多。所以呢，你这样子情况下去的话，你为什么不能够停？你一停下去，后面就像是你的骨牌一样，你只要第一线停了，你后面所有的这些供输端都会受到问题。对，所以 BE 就是最大的一个例子，你根本不可以遇到这种状况。钟哥，现在台积电的竞争力到底是在哪里？我们知道一件事情，你看到最近台积电释出了一段新画面，他在讲说他在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这个地方，他找了非常多的美国员工之外，让我们觉得更惊奇的是什么？原来台积电的实力，台积电的创造力就在于亚利桑那州里面。它已经很多东西都已经自动化了。对，没错。实际上目前为止来说，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根据台积电的说法，它的良率其实跟我们台湾厂差不多的。对。那你怎么能够做到这样？明明不是说亚利桑那州州厂的它的这个成本比较高吗？它的用很多美国劳工吗？那怎么会这个样子？那台积电就为了这样，你看 TSMC Arizona Manufacturing Specialist， 他就专访了他们里面的很多员工。那你看，就是他们专访了几个员工，好，那他们讲了他们的工作。你看他们是这样，的。哇，他们真的很大只呢。按美国佬一般来说，他们的身材都是他们是工程师，比较魁梧一点点。这当然有点颠覆我们台湾工程师的这个既定印象啊。他们就是可能比较魁梧、比较壮的一个状况。然后又说他们怎么轮班啊？他说我们5天呢，就每一天就工作8个小时。那如果你3天的话呢，就是或者说工作3天休4天的话，那就是每一天呢工作12个小时。那如果你要做4天的话，就每一天工作10小时这样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他们有非常多的选择，就工时比较弹性化了。那当然
他们也讲了说，我们来这个地方工作的好或坏，这样的一个之类，就采访了非常多人哈。对，那你想这么多这个美国的员工，因为我都觉得说他们的身材这么魁梧的话，我们可能要特制定做不一样款式的这个无尘衣，让他们进去里面工作。好，那除了这个之外来说，你会想，好像你慢慢看出一些端倪哦，就是说他们的员工人数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多。好，那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就讲台积电在前几个礼拜，它公布了一个所谓的它的自动化的这个工程，也就是说，事实上以台积电它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状况来说，因为它知道，美国员工来说，他可能工作时间不能够太长，然后又不能够轮班，然后可能又有一些工会，而且它的人力的资本高，对，然后贵死了，成本高，所以我要想办法自动化。所以台积电其实为什么亚利桑那州的这个工厂能够那么好，工程师人数把它减少，尽量自动化的话，当然就可以降低相关的这个设备的相关的这个人力成本。它里面完全都没什么人呢。对，那这个工程师主要在看那个机台的相关的数字啦，或者说你在整个运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所谓 bug 要去 debug， 就大概是这样的工作。所以你只要减少人数，对台积电来说，我觉得在亚利桑那州的这个运作可以非常顺利的哈。那我就讲，那为什么台积电要特别 po 这个文章出来，就是说我有用美国人来这样做，因为赵老你不要忘记前几天的时候，不是这个所谓川普才派的人去抄了这个 LG 跟现代的这个工厂，说你不能够用这个韩国人，那我们都用美国人啦。你看，我们都用美国人啊，跟美国都是美国人，对啊，都美国人啊，所以我们用的是美国人，没有所谓的川普说我们用台湾人这样一个状况。不过我就讲啊，台积电真的太重要了。你看这几天的时候，贝森特，贝森特他已经一直说，他说我们美国国安最大的威胁就是说这个晶片都在这个台湾生产。他说我们这一届这个任期到的时候，如果没有降低这个风险，那这一届的政府就是失败。他把这个直接台积电到美国生产的比重，这个把它当成是这一届政府能不能成功最重要的关键了。那他这里又讲了什么？他说：“哎呀，我们这个贝森特，他说你将3成到5成的这个晶片转至他国，对，然后99%的这个晶片在台湾生产，恐怕成为世界经济最单点的故障。”他自己讲啊，然后你看，然后因为你看。它既然台湾会变成最单点的故障的时候，最大单点的故障，所以日媒说什么？美国新仿的国防策略是要求台湾加强防卫，陆对台动武的时候，美军将介入。那当然要介入啊！他们都讲了最大单点故障，那就是美国故障啊，那么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那我们就讲。那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台积电说什么这个2奈米要涨价50%，这个我跟他讲，其实是误会一场。为什么？因为3奈米来说一片大概是2万美金哦，那2奈米的话一片就是3万美金，就涨50%，它的报价涨50%是这个意思啦，不是说它这个2奈米的价格再往上涨，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你看，无论如何，这是什么意思呢？因为2奈米目前为止全世界台积电能够量产，而且目前为止是完全爆单。那加上说辉达啦、高通啦，这个苹果全部都要下单，所以明年的2奈米的制程会非常的好。好，那我就讲为什么台积电很重要。照你知道，现在全世界，刚才玉峰有讲，美股一直在创新高。对，那美国创新高靠什么呢？靠的就是这个辉达。对，这几天的时候，辉达不是说，我要投资 OpenAI 1000亿美金吗？对。然后 OpenAI 会跟我买这个所谓晶片吗？他们变成是一个循环。什么循环？你看，辉达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跟 Oracle 合作，然后 Oracle 合作又跟辉达合作，所以他们这变成是个闭环，这样互相一直赚，一直赚，一直洗，一直赚。对，没错，那就用这样的方式呢，把整个 AI 市场把它拱大。可是赵，你有没有发现到说，这里面有个核心？现在的全世界来说的话，你只要2家公司挂了，这大概就挂了。一个是什么？辉达。因为辉达是几乎现在所有的 AI 晶片全部都是辉达只有辉达能够做，你很少人用 AMD， 很少人用 Intel 的嘛，那中国更不用讲嘛哈。但是问题是，辉达的代工是谁？代工就是 TSMC， 所以很简单，现在全世界呢，只要这2家公司出问题的话，全世界经济可能就会停住，全世界股市可能也会停止创新高。所以我们不是在节目上讲吗？台湾因为有台积电，我们台股的总市值赢过德国，德国是什么概念？德国是8000万人，我们才2300万人，所以我才说这是全民的骄傲。但是呢，我们是全民的骄傲没有说，台湾是全世界的。这个台积电是全台湾的骄傲，是全世界的骄傲，没错。但是看在贝森特的眼里，他就会变成是全世界经济最大单点的故障。那从他的口中讲出来，你也知道说，台积电的江湖地位跟他的在全世界的地位，那绝对真的是非同小可。因为现在对于台湾来说，晶片真的可以变成一个筹码吗？我们过去常讲，南非最常欺负我们。他甚至呢，把我们外交馆的这个名字直接改掉。好，结果我们台湾竟然出了一招。你要这样搞我来啊，没有关系，我晶片我就不要给你。结果
没想到是南非真的态度放软了，不要这样子吧？对，你知道我们跟南非的关系，从跟南非断交以后，就逐渐的一直恶化下去哦。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南非它也是金砖5国的其中的成员，它跟中国的关系非常好。那特别今年来讲的话，它也要即将举行一些国际会议，像G20的会议在那边举行。所以南非其实说什么，它其实瞧不起我们。但是瞧不起我们的，对，而是甚至要求我们的代表处呢，从首都呢搬到约翰尼斯堡去，所以根本就希望说，我们干脆离开这个他的首都就算了。但是我们现在终于用到一招，打到他的痛处，用什么东西？就是晶片。所以我们用晶片来限制它，准备要限制它出口，而且总共包含所有的半导体的产业，47项的产品，基本上都不能销到南非去。这时候南非突然间吓到了。为什么呢？完蛋了。对，是47项的这个半导体的话，对它产生一个什么严重影响呢？你知不知道？南非它有一个野心，什么野心？就是它的汽车制造业，希望在非洲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对，为什么呢？因为南非它现在的 GDP 将近有22%左右是由这个所谓的汽车产业所撑起来的，所谓的相关的人口，基本上直接产业、直接汽车来讲的话，有将近有11万。然后再加8万将近的这个周边的产品来讲的话，将近有快20万左右的劳工呢，基本上是要靠汽车产业的。对，所以汽车产业最需要什么东西？晶片嘛，车用的晶片，对，车用晶片。所以现在车用晶片被我们卡脖子的情况之下，它怎么去制造这些汽车呢？而且它包含福斯、包含宾士，还有包含 Toyota 等等之类的，这些在南非都有设厂的。这些呢拿不到晶片的人来讲的话，这些外商也会想思考离开啊。所以呢，现在来讲的话，他开始跟我们求饶啊。当然来讲，这彭博社报道了，他说直接来。这个接触我们驻南非代表处说，哎呀，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还有得谈啊。所以现在我们经济部呢也暂时先放缓，先不制裁了。他说接获南非政府请求协商，对，可以再谈谈看啦，不要那么绝啦。对，但是呢，也有人提到说，哎，其实南非本来是想要用它的稀土或是用什么矿产来制裁我们，但是没有用，因为那些东西来讲的话，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从别的国家可以拿得到。对，所以我们后来呢，这47项的这个半导体的相关产业来讲，对它才是最大的杀伤力，因为影响到它是这个汽车王国，而且未来它的野心哦，它将在2035年的时候能够达到将近这个整个非洲来讲的话，它能够有获得1半以上的市场，但是它的野心啊，但是不晓得啊，如果你晶片没有的话，你就会节节败退嘛。对，所以现在我们的国力来讲的话，竟然首次的可以用晶片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搞其他国家哦，这是第一次我们看到的事情哦。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的实力也展现在波兰。记不记得前些日子王毅才从波兰离开？对，为什么呢？他中欧班列过不了波兰，对不对？然后当然9月20号今天来讲，波兰说，哎，给你可以开放几个可以过去了。但是关键是什么？他竟然波兰政府让我们的林佳龙部长、外交部长可以到波兰去开会啊！也就是说，今天来讲的话，你看波兰他准备举行所谓的华沙的安全论坛。这个华沙安全论坛当中呢，政府部门的所有，比如说外交人员、外交副部长或是外交部长，他把我们林佳龙的这个头像啊，还有这个外交部部长的职称呢，台湾外交部部长职称，直接放在官方代表当中，完全直接列了上去，对，跟其他国家齐名了，直接不演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其实波兰已经发现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哦。他如果当然这也跟那个所谓的投名状是有关系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如果跟台湾关系好一点的话，那他让美国看到这个现象来讲的话，美国会更加信任什么？信任波兰。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再看右边这个彭博社的统计哦。过往来讲的话，台湾跟波兰之间没有什么无人机相关的产业的一个贸易。在去年的12月开始的时候，现在那个产值才逐渐拉高，结果到了今年8月的时候，你看到统计的结果，对，台湾成为波兰最大的无人机的一个这个出口，也就是说，台湾现在出口到波兰来讲的话，变成最大的市场。将近有3200万美元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市场规模。那你知道台湾出口到美国的无人机的才700万美元，但是出口到波兰来讲的话有3200万美元。那你知道出口到波兰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美国要求波兰你的无人机还有你相关的东西来讲的话，不能有中国供应链，所以他只能从台湾来出去。所以他拿到台湾东西之后，他做完东西之后，他拿去哪里？
它除了可以销售到美国市场之外，它还可以运用到乌克兰战场上面。因为乌克兰它也很讨厌中国，所以它原因是因为今天没有台湾的话，它的无人机是没办法做出来的。是，所以现在变成说，我们跟波兰之间的这个无人机相关的这个产业来讲的话，现在不断的产值一直在扩大。这个扩大来讲的话，将近可以未来来讲的话，可能是在台湾的市占率可能越来越多。而波兰现在呢，记不记得上一次在9月初的时候，受到什么俄罗斯的20架左右的无人机的骚扰？所以后来他才气得说，按照这个俄罗斯跟白俄罗斯进行军事演习的时候，我就把你边界关掉，我就不让你这个中欧班列经过。结果今天不是只有波兰，连丹麦都受到无人机的骚扰。你知道，包含丹麦的有重要4个机场。特别有2个是军用机场的上空呢，这些全都是无人机。在出现无人机，在9月25号左右来讲的话，都出现这个丹麦来讲的话，它已经宣布这些基本上有可能的都是从俄罗斯过来的。对持续在骚扰，所以连冯德莱恩讲说，这根本就是俄罗斯的一个边境持续分扰模式的一部分。那现在呢，哥本哈根的机场，还有这个丹麦的这个奥尔堡机场，这个基本上是空军基地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都有很多的俄罗斯的无人机出现。所以你今天去骚扰波兰也好，你骚扰丹麦也好，你俄罗斯居心叵测，而且我们都不是怀疑说这背后来讲有可能是中国制的这个无人机在协助帮忙吗？所以今天丹麦这些事情来讲的话，可能会引起整个欧洲国家来讲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这个骚扰呢进行一个反制。这个反制未来怎么办？就是波兰那个模式，波兰那个无人机跟台湾的合作关系，未来可能会扩及到整个欧洲。所以现在你知道我们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到处拍照，可以到波兰去啊？为什么会这样子？其实就是台湾在欧洲展现了你非中供应链、非红供应链的一个实力了。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